你绝对想不到，在美国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被阿 Sir 给盯上。注意看前方的这位老哥，只是踩了一脚刹车，敏锐的阿 Sir 便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于是便立刻打开了氛围灯。那么在座的小伙伴，你们能看出来是什么原因吗？大家先思考一番，我们稍后揭晓答案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坐稳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在阿 Sir 氛围灯的示意下，老哥选择了靠边停车，看着阿 Sir 下车走路的模样，堪比我们这儿的街溜子。阿 Sir 告诉老哥，他被拦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左侧的刹车灯不亮。他向老哥索要的驾照和身份信息后，便回到车里向总台进行查询。但他才刚回到车里，老哥却是选择开启匹配。没想到这老哥还挺讲武德，不仅没让阿 Sir 折返跑，还等他坐稳才开始加速，不占半点便宜。阿 Sir 向总台查询到，老哥刚才给的身份信息是假的。不仅如此，这辆车的保险也已经过期。现在老哥才刚刚开始加速，就开始了车窗抛物，看样子是不太相信自己的技术，担心被阿 Sir 给抓住，所以抢先一步毁掉证物。看来 ASP 的实力在大家眼里早已是根深蒂固，而事实也正是如此。时速100公里的情况下，上来阿 Sir 就开始找机会贴贴，但由于路窄弯多，对手又是一辆皮卡，所以尽管能够靠近，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截停。而只要细心观察的朋友就会发现，这位老哥的技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尽管驾驶的是一辆皮卡，但他每一次都精准的切入内弯，看样子经验丰富，平时没少跑山。察觉到了这一点的阿 Sir 心中涌起了一丝不安，本来还想再观察一番，但要是再拖下去，今晚可能就会加班。于是阿 Sir 便发起了进攻，想要早点通关。趁着出弯时，阿 Sir 凭借动力的优势，一脚油门加速，才刚要从右侧靠近，却是被老哥卡住了身位，才回到左侧，又被老哥精准预判，于是便开启了精彩的拉扯。在这条小路上，充电器的极速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。看着老哥过弯时倾斜的车身，阿 Sir 便想利用道奇充电器更低的重心，在弯道时取胜。但他发现，哪怕是如此急弯，老哥的车速也没有低过100，再加上老哥还时不时的减速进行干扰，这让他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。看来今天得加班了。眼看多次尝试未果，阿 Sir 便开始对老哥进行预判，成功在左侧找到了空当，但就在即将靠近之时，却是被老哥一把方向卡住身位，再次化解，差之分毫，失之千里，这一下实在可惜。这一顿操作下来，这老哥确实有点东西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这老哥居然已经有半只脚踏入了6星的门槛，比阿 Sir 还要强上几分，这叫阿 Sir 有些意外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呼叫队友。这阿 Sir 完全不讲武德，老哥选择和他公平对决，他却想要找一群人来和老哥单挑。而就在这时，老哥的车速突然变快，也不知道是适应了这高强度的驾驶，还是感受到了危险即将靠近，时速由刚才的100公里一度飙升至130公里。但尽管如此，皮卡始终是皮卡。尽管老哥的这辆雪佛兰科罗拉多搭载 3.6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08，在这条道路上动力完全够用，但无论是重心还是惯性，相比道奇充电器都处于劣势。这也是阿 Sir 选择稳扎稳打的原因。毕竟老哥可以防守住很多次，但只要失误一次就会前功尽弃，满盘皆输。何况还有多位队友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哪怕只是拖延时间也会对老哥不利。然而就当阿 Sir 的如意算盘打得哗哗响时，下一秒情况发生了骤变。通过一个十字路口后，这条路掀起了漫天黄沙，这难道是进入了老哥的绝对领域？阿 Sir 本以为拖下去他绝对能找到机会，但这漫天黄沙简直是叫他欲哭无泪。被铺装道路配上皮卡的宽胎，效果可谓是超级加倍。这跟在后面不仅伤车，而且伤肺，而且是精力交瘁，相当劳累。别说阿 Sir 追累了，兄弟们看视频也累了。千万别放过这个玩手机的好搭子。神器小鹿夜猫护颈枕，一个相当于护颈枕、供血腰靠、趴睡枕加拉伸枕，足足5种用法，到手才268，秒杀300-400的同类。爱趴着玩手机的有福了，它能拉伸腰背，放松颈椎、脊椎，边玩手机边给自己充电。以前看视频怕砸脸，怕眼睛斜视，怕腰酸背痛，现在有夜猫枕上场，贴合腰背，手臂到位，累了丝滑入睡，完全不觉劳累。小鹿的软硬双区高密度记忆棉，趴着有支撑，躺着够柔软，甩那些扁塌记忆棉几条街。它能贴合头颈曲线，搭配科学分区，把头肩颈排成一对，正躺肩颈不移位，侧睡手臂不疲惫。整套还是冰丝材质，透气不闷汗，换洗也方便。兄弟们真的可以领券下单试试看，保价1年，买贵退差，总运费险，2年开店变形能免费
退换新自用，或是七夕送礼都很对味。没有想到仅仅是换了一条赛道，局势便瞬间扭转。刚才皮卡重心太高的劣势，在这里瞬间变成了绝对优势，就连少一个刹车灯不亮，此刻也为老哥增加了一些消心的希望。眼看前方的能见度越来越低，阿萨不得不被迫减速，而此刻已然是连老哥的尾灯都看不到半点。阿萨心急如焚，刚想加速，但如果不是路边出现的指示牌，这一下恐怕就直接冲进了沟里。吓了一跳的阿萨不得不再次放慢车速，这不到5米的能见度如同山里起了大雾。虽然老哥的尾灯一闪而过，证明他就在前方不远处，但眼看就这么点路，阿萨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好每一步。要是不小心出现失误，别说是分出胜负，恐怕连道奇充电器都不一定能保得住。这时出现了分岔路口，阿萨凭借直觉选择了右侧的主路，转过弯来，终于是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。等等，不对，这里依旧是非铺装道路，没有灰尘，说明走错方向了。阿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但是这条路太窄，他必须去前方掉头。但是要知道，同级别的较量，一个失误就足以决定胜负。本就落后了不少的阿萨还走错了路，又如何能将老哥抓住？但头铁的阿萨并没有打算放弃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位老哥能拉扯到现在，完全是侥幸。在他跟丢后，极有可能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，于是他便化身为汪汪队，对这片地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。很快，他便闻到了熟悉的味道，但查看了多个可疑的地方，却依旧是一无所获。就这样，头铁的阿萨继续寻找了10多分钟，期间还询问了路人，最后依旧没能找到老哥。正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到点我就要下班。就这样，老哥成功完成了消星。那么你认为老哥消星靠的是运气还是实力呢？不过虽然老哥当天夜里跑掉了，但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完全结束。第二天，阿萨通过车牌查到了车主，并且上门进行了调查，结果恰好在他的住处发现了老哥。老哥本来不想认账，但在他逃跑前，两人却是面对面的沟通过。阿萨一眼便能确定驾车人正是老哥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乔舒亚·兰斯顿，85年出生，身上持有加斯维尔警察局的逮捕令。他本是当地监狱的一名犯人，趁着假释期间出逃，一直没有回去，逃过了重重追捕，没成想却是败在了一个小小的刹车灯上，果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仅供教育意义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